那一年，我常觉得自己活成一抹影子，每天早上挤捷运，哔一声刷卡，人潮像推不掉的浪，把我往前推。玻璃窗上映出一张有点厌世的脸。我忽然想起庄子说的魍魉，影子们形体，你一下走一下停，到底想干嘛？形体说，我也只是随着光，随众人而动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冒出一句很台的话，原来我也是被生活牵着走，说穿了就是随波逐流，还假装自己很有方向。从小我们被教导要有出息，考试要考90分，志愿要填热门，工作最好进知名大公司，讲出去才不漏气。我也曾为学测失常整整失眠1周，觉得人生差不多完蛋。后来进了公司，为绩效考核紧张到胃痛，主管一句再观察看看，我回家反复想了3天。再后来，时常站在他家楼下盼望雨淋雨，看着他传来一句我们还是当朋友，心里只有2个字，拍卸。那之后真的以为天会暗到塌下来，现在想想不过是人生的一点点小卡关。有次过年回乡，阿公家后面那棵歪七扭八的老树还在，树干长满疙瘩，邻居都说这种木头没路用，做不了栋梁，于是它就一直活着，没人砍。午后我就躺在树下滑手机，风从叶缝漏下来，像碎银。阿公坐在一旁削竹签，淡淡说，没人要的反而活比较久。那语气很随便，却让我愣住。那些被拿去豪宅做家具、做神桌的好木头早就不见了，只有这棵没用的还在那里看着我们长大、搬家、吵架又和好。我们也爱问，如果当年选另一条路，会不会比较爽？如果那次不要那么冲动，会不会不一样？我也常在半夜脑补另一种人生，仿佛重来就能全雷打。但冷静想想，那时候的我就是那种程度，眼界那么小，脾气那么硬，就算给我100次机会，大概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。这不是命，是成长本来就是会去撞墙。有次公司传出裁员风声，办公室气氛超低压，大家表面上假装没事，私下却疯狂投履历。我没被裁，却整天心里毛毛的。那天下班走到河边，看到天边一整片晚霞，红太阳大得夸张，阿伯静静钓鱼，小孩在骑脚踏车，狗在乱冲乱叫，世界没有因为公司出事就暂停。那一瞬间我才发现，很多焦虑其实都是自己杀自己。雨都还没下，就先撑伞撑到手酸。时间真的很快，3代之后大概没人记得你当年的风光。阿公少年时得过学校模范生，家里还留着奖状，纸都黄了，字有点糊。小时候我觉得好厉害，好羡慕，现在看着只是一张有历史纪念的纸，如此而已。那一年他为了准备致辞，紧张到吃不下饭，如今谁还在意那场掌声？想到这里，我对自己的得失终于懂得放下。原来很多我们自以为天大的事，时间一冲就像沙滩上的脚印。幸福其实很日常，不必放眼什么远大的理想，手心的温度就够了。有天加班到很晚，在便利商店买了一碗关东煮，坐在骑楼边慢慢吃，汤冒着热气，街灯黄黄的，
吉特偶尔呼啸而过。那一刻，没有人期待我成功，也没有人催我进度，我只是单纯享受一碗热汤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又或者清晨醒来，阳光走进房间，被子暖暖的，有种晒过太阳的味道，那种感觉很台，也很真。我学着不要把行程排到满档，周末去传董事长晃晃，听老板喊来哦，新鲜的，看阿姨杀价杀到眉开眼笑，回家慢慢煮一顿饭，切菜声清脆，油锅滋滋，抽油烟机轰轰响。餐桌上家人闲聊，讲些543，心却很安。原来活着不一定要轰轰烈烈，有机会平平安安，吃饱睡好，就已经很赞。人生是一条船，不一定每次都要拼命冲远方，有时候顺着水流飘一飘，多看几眼两岸风景也是不错。不一定要成功给谁看，也不必总是要证明自己很有用，心安才是真的有路用。现在再看那抹影子，我不再嫌它慢，当我停下来，它也停下来。当我坐在晚霞里，它也在脚边静静坐着。原来意义不是拼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这一场人生不一定要多风光，只要灯火可亲，有人等你回家，就已经足够。